小米12 Pro 跟三星 S21 Ultra 登上了擂台。小米12说：“前辈，你可知道拳怕少壮啊？”三星 S21 Ultra 回答道：“娃娃，你可知道武功还有老辣二字？”没错，小米12 Pro 是新发布的生力军，而三星 S21 Ultra 是已经战斗了1年的老将了。不过呢，它获得了我们颁发的2021年度最佳影像手机的奖项。那么这次对比呢，也不知道是谁欺负谁。那你们是看好小米12 Pro 呢，还是看好三星 S21 Ultra 呢？如果看好前者打1，看好后者打2。小米12 Pro， 小米新发布的影像旗舰。上期已经对比了它跟它的弟弟小米12的影像差距了，那么这期找来了一个更厉害的对手，三星 S21 Ultra。那么这期就看看他们两个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差距有多大。正式对比前，先是鼓励摄影环节，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拍摄的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多出去走走，拍摄好看的照片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们会聊手机、聊摄影，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帮助非常大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小米12 Pro 的后摄是3摄方案，没有凑数镜头，主摄超广角和一颗2倍的中焦，后面我们简称它小米。三星 S21 Ultra 的后摄是4摄方案，也没有凑数镜头，它比小米12 Pro 最明显的是多了一颗10倍的长焦镜头。那么咱们废话少说，直接先看主摄。硬件上，小米 Pro 用了一颗索尼目前最好的感光器，雷军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满，说的是最好的感光器，毕竟以后还得指望三星呢。那三星用的是一颗它自己产的数1数2的感光器，毕竟它还有一颗 GN2， 就是现在小米11 Ultra 上使用的感光器。从样片上看，两台主摄在白天的表现还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虽然说色彩上有一些小区别，但是不用较真儿。比如说上期我们聊小米12 Pro 跟小米12的时候，大家对船的颜色产生了疑问，就好像各家的镜头原来各种胶片在成像上的色彩都有些差异，反而形成了各家的风格，这味儿啊那味儿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偏色我还能忍，只要你别把绿的拍成红的就行。那咱们说回这次的小米对三星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不错。注意看啊，小米这次也加入了锐化的行列，不过稍微锐化点也挺好。那主摄的边角画质方面，确实是三星的用料更好一些，它的边角画质更好。再看一组，色彩上没得说啊，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的都很好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小米跟三星比可以说是只强不差。边角画质方面，这次是左上角，那三星对比小米可以说只强不弱。两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，三星是1亿像素。中心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，三星的1亿像素更好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两台超广角从硬件上说大小是差不多的，虽然说小米这边有高像素模式5000万像素，但是呢，看过上期的朋友都知道，其实它的高像素模式很一般。从样片上说，两台超广角的成像都不错，三星的天更蓝一些，视角呢也是三星的更广，但是没广多少，视角差距如图所示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超广角的表现都不错，但是重点呢是边角画质。
先看右上角，边角画质方面是三星更强，三星是又广又强。再换一组超广角的样片啊，必须得2组啊。先看中心解析力，在这个环境下，三星的解析力强于小米。再看左上角的边角画质，依然是三星的画质强于小米。虽然说小米的超广角跟2倍都是有5000万高清模式的，但是看过上集的朋友应该知道它的表现并不怎么理想。那么对比三星的普通模式，不但没有什么优势，反而还输了。下面再聊聊微距，小米12 Pro 拍摄微距是2倍镜头最厉害一些，但是我试了半天也无法把焦点对在铁环上。相比之下，三星 S21 Ultra 的超广角拍摄微距是更好的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小米是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，而三星是3倍的中焦镜头。长焦镜头方面，小米就没有了，而三星这边是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，它也凭借着这颗镜头获得了我们2021年的最佳中长焦手机奖。没看过这期颁奖节目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先看2倍镜头的对比，三星那边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2倍，但是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三星可不输小米的2倍光学镜头。即便是小米打开了2倍光学镜头的高像素模式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虽然说是比刚才强了一点点，但是跟三星比也没有什么太大优势。那从3倍开始就是三星的天下了，毕竟小米的3倍已经是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了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没法跟三星的3倍光学镜头抗衡。那10倍镜头就更没法抗衡了，那放大一看，是否跟你们想的预期一样呢？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前置镜头就由长长来给大家介绍啊，这期有长长。小米的原相机拍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真实的，美颜效果呢，磨皮、美白、眼睛、鼻子、发际线基本都可以满足，就是它有几个美颜滤镜效果还不错，能感觉到是用心在好好做的，不像有些手机啊，我就不点名批评了，说是美颜的滤镜，结果一个比一个丑。那三星的原相机一直都很强，就是我化完妆可以直接用它来查看卡不卡粉，不用拿镜子的那种程度，所以它美颜功能也特别敷衍，一共就光滑度、色调、瘦脸、眼睛这4个功能。三星的长处呢，就是硬件做得很好，后期软件设计比较贴心，中间怎么拍我不管。在相册里呢，可以修改人像模式的背景虚化效果，而且背景虚化模式有一个功能特别好，可以直接把背景改成纯色的，把前景的人像抠出来，就可以直接拍证件照了，还挺方便的。哎呀，瞧给长长最近累的，居然用低角度来拍摄自拍，真是佩服呀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人像模式的表现。两台手机的人像模式拍摄出来的样片我都觉得挺好看的，但是小米12 Pro 的肤色更白一些可能更符合东方人的审美。那么我觉得小米12 Pro 的人像拍摄更好。当然了，各位也可以各抒己见，如果你们认为三星的好也可以。下面看看直出扩张度的表现，这个场景上期已经出现过了，这次换成了小米12 Pro 跟三星 S21 Ultra 的对比。三星 S21 Ultra 呢也获得了我们颁发的2021年最佳直出扩张度奖项，在这方面的表现它还是非常厉害的。再换一个场景，同样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，三星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不管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表现都非常好。这个场景要着重说一下，暗部细节小米看起来比较优秀，但是如果你放大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它那儿虚了，这是因为它的多帧合成 HDR 过于暴力，把暗部细节给拼虚了。这个问题华为出现过，荣耀出现过，现在轮到小米了。当然照片中的太阳也是三星的表现更好。那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我就不放大了，简单说一下，暗部细节小米的噪点多一些，三星纯净一些，亮部细节三星的表现也是更好，但是三星的眩光真是太大了。小米和三星这两台手机都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，这点非常好。那下面先看看城市灯光环境下的夜景直出表现。主摄上两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都不一样了。虽然说主摄是略有区别，但是这个区别呢，除了评测以外没有别的用。但是超广角的暗部细节还是三星的更好，这一点还是有明显区别的。换了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，小米的表现可能更好一些。那么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小米的稍微好一点点。再换一个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，主摄上两台手机表现的非常接近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非常接近这几个场景来说，小米表现的还是不错的。再换一个街道上的取景，颜色上是有区别的，但是水平还是比较接近的。超广角的表现嘛，就是三星的更好了。来到了要打开夜景模式的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，三星的细节展现的更多一些。
超广角的表现嘛，就更是三星的细节展现的多一些。祖传神助场景，虽然说两台主摄拍出来的照片颜色是有不同的，但是细节展现还是同一水平的。不过还是超广角的表现明显是三星更强一些。那么到了最暗的祖传神助 Pro 场景，你要说细节吧，是三星的展现稍微强一点，但是这个强呢，其实也就是对比时候强，平时呢也没有什么用了。但是超广角的差距呢，还是非常大的。拍摄功能方面，咱们还是先说长曝光功能。小米内置了长曝光的软件，可以让你在白天拍摄慢快门，可以拍摄瀑布啊、流水啊，晚上也可以拍摄星轨。三星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它也拍摄不出像这样的照片。小米在发布会上说，它的一直连按快门的拍摄功能确实很厉害，不过这点呢，三星也没问题，所以这点我们就不过多展示了。那现在看到的是手机的抓拍能力测试，看看我能不能把掌上的手定在半空中。结果呢是掌上的手都已经落下来了，真正定在半空中的手臂我一张都没有抓着啊，除了我提前摁的掌上的手还没有落下来的情况，其他的都已经落下来了。当然了，拍摄前我已经把相机里的所有有关抓拍的选项都已经打开了。那下面我们看看三星的表现怎么样。三星的这台手机直出扩张度非常厉害，不过这是建立在它强大的多张合成上的。那多张合成厉害呢，理论上就会降低它的抓拍能力。那么我们看看它的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是它跟小米一样，也是一张没抓着。那这两台手机在抓拍方面跟我们评出的2021年两台最厉害的抓拍手机比起来，还是有差距的。那下面看看由远到近跑过来的连拍追焦效果，先看看小米的表现怎么样。前面几张照片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这时候手机都是无限远对焦，最难的呢是跑到最近的时候，结果最后几张呢还是虚了。下面看看三星的表现，它的连拍速度比小米是要快一些的。那结果呢跟小米一样，也是最后几张虚了，但是不一样的是它虚的更厉害，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中间有几张断了一下，这就是它没抓着的地方。录像的表现上，我们主要放在走路防抖表现上，而且用的是默认设置拍摄。先看看主摄白天的表现，两台手机表现的都还不错，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小米远方的清晰度没有三星的高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视角上三星的稍微广一点点，而且远处亮部的细节也是三星的更好，只不过三星的电子防抖好像没有小米的好。2倍录像的表现，要说清晰度的话，是小米的2倍光学镜头的清晰度更高，三星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摄的。那3倍录像的表现就是三星的清晰度更高了，因为它是光学镜头，但是由于天气太冷了，我手持有点抖，如果你用三脚架的话，肯定是三星的表现更好。10倍端的表现肯定也是三星的清晰度更高，小米那边由于是电子防抖裁切的比较多，所以它能抵抗我的手抖，三星这边的光学镜头呢抖的就稍微厉害一些了。夜晚的录像表现上，小米的主摄非常优秀，清晰度非常高，防抖也非常优秀，相比之下三星的主摄就差一些了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在清晰度上也是小米的比三星强，虽然三星那边看着亮一点，但实际没有小米的好。到了女流氓小巷这个很暗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，虽然小米的清晰度高一些啊，但是还是没有三星的好。三星的清晰度虽然不行，但是细节还原的还是比小米多。这个场景下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就都不行了。工业设计跟硬件方面咱们就少说两句，毕竟咱们是有逼格的聊影像的节目。那么工业设计方面呢，小米这代的设计可以说是它历代手机中我最喜欢的设计了。而三星这边的设计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一开始喜欢，那你就喜欢了；如果你一开始不喜欢，那你怎么也喜欢不起来。硬件方面就说一点，1年过去了，小米的指纹识别还是跟三星的没法比。OK， 那下面呢，我们就在影像方面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。从主摄跟超广角上看，小米12 Pro 的光学水平肯定没有三星 S21 Ultra 的高，硬件上的高像素模式也是不敌三星。中长焦的表现也不可能跟后者抗衡，包括微距也是，直出宽容度也是。但人像的表现、连拍的表现还是比三星强的，夜景的表现也不差，只不过有时候高光压制有些问题。录像的表现上，如果不算长焦镜头的话，那小米12 Pro 跟三星 S21 Ultra 综合白天跟夜晚的表现，两台手机还算各有千秋。但要算上长焦镜头的话，那各位就都懂了。看完上面的节目，我相信你们对小米新发布的小米12 Pro 在影像方面应该比较了解了，也希望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。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好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啊，又忘说了，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